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前情提要。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卢瑟盯上了克拉克，在他原本的世界里，是超人屠杀了7734小队的战友，毁了那颗星球。为了防止梅开二度，他决定干掉超人。同时，路易斯也在调查资本家摩根艾奇，此人突然对斯莫维尔发起慈善，以资助百姓之名干什么偷鸡摸狗之事，这便是路易斯需要调查清楚的。此时，克拉克陪二儿子乔丹参与了人生中第一次橄榄球赛，比赛便是摩根赞助。观众席上的众人没有直接交流，但却暗潮汹涌。路易斯很难凭自己的能力揭发摩根。新闻这圈子水很深，赛场上乔丹依靠优质基因拿下冠军，夺走了乔纳森的所有风头，同时也让山姆察觉到自己这个孙子怕是遗传了克拉克的能力。从一个国防部将军的角度来看，孙子拥有超能力还去参加体育活动太危险，而身为一个外公，他更是不希望乔丹的身份被发现。山姆提醒着克拉克，整个世界都忌惮你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被监视。而如今超人的活动逐渐变少，大都会的监狱不再是最安全的，政府已经决定转移所有罪犯，他们希望转移过程中能够有超人护送，为了向政府表达诚意也得这么做。克拉克却满不在乎，如果有麻烦我会去帮忙。对此山姆也不能多说什么，他要住在这里一个周末，帮着照顾下孙子。学校里球队举办了庆功宴，乔丹成了红人，本就被冷落的乔纳森更是成了空气。与他同坐的泰格在之前的篝火会上被意外炸伤，两个难兄难弟地位惨不忍睹啊！泰格受伤的右臂总会控制不住的抽搐，他不敢往那处想。成功应聘球队助理的克拉克在陪儿子们训练时经常耍无赖。路易斯正在筹备下一期报道，他指出了摩根的骗局以及那么多旗下员工失踪案件，却被摩根的助理莱斯利以合约为由扼杀在了纸上。违规发布，小报社就会遭到法律打击。克里斯没见过什么大风大浪，他打了退堂鼓。次日，路易斯主动找上了摩根，表明自己不会动摇立场。然而摩根并没有把一个过气女记者放在眼里，他来到斯莫维尔有着更疯狂的计划。学校里，教练为球员们规划着后面的比赛。泰格因不舒服跑向了厕所，乔纳森紧跟在了后面。坑位上的泰格麒麟臂愈发失控，而大都会转移车队也遇到了麻烦。罪犯萨迪厄斯被手下救走，山姆立刻按下了传呼机，同时乔纳森也在向父亲求助。赶到厕所后，父子俩发现泰格就跟没事人一样，克拉克这才赶往了大都会。萨迪厄斯一直痴迷于研究超人，他极致到癫狂。克拉克来到大都会后才发现这是声东击西，他连忙对整个城市展开了搜查，也因此错过了斯莫维尔的投票会。摩根成功获得小镇矿井的开发许可权，路易斯有些心于力拙，他本想让斯莫维尔最受推崇的肯特之子来个现身说法。克拉克今天一无所获，回到家为投票的缺席道了歉，因为他是超人，有着巨大的责任。路易斯没有过多怪罪，而是找到了拉娜诉起了苦。作为克拉克的半个发小，拉娜能够感受到克拉克的压力，他建议路易斯多点宽容，夫妻应当携手同行。另一边的孩子们也举办了派对，泰格完全是个没事人，这让乔纳森放了心。饮料过三巡，泰格有点迷瞪啊。在续杯的路上，他因为手抽打碎了派对的物件。平日本就看不惯他的男同学讽刺他个穷货笨手笨脚的，麒麟臂逐渐狂暴，泰格顾不上那么多，冲进了树林。位于国防部的克拉克根据卫星定位找到了萨迪厄斯的位置，而这又是一场陷阱。超近距离下的声波严重影响到了克拉克，他同样发现了超人减少了活动次数，也料到政府会转移他们，这是个白给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树林里的泰格已经到了失控边缘，鬼畜散播到了全身，兄弟俩不敢接近他。乔丹认为泰格的症状是因为当初的热射线，但他的理论没有依据。哥俩也想过按下传呼机，可外公的话让他们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你们的父亲正忙着拯救世界，所以孩子们要好好表现。现场只有乔丹一语成人，他冲上去握住了泰格，但剧烈的鬼畜把他甩出去数米。无奈之下，乔纳森只能按下了呼叫机。克拉克第一时间听到了儿子们的求救，他站起身，一记逼斗山峰，干翻萨迪厄斯的同时融化了声波枪，立刻就飞向了斯莫维尔。飞到云层之上，泰格很快就因为空气稀薄昏了过去。让克拉克一家想不明白的是，泰格这突如其来的能力。山姆派了一队人马调查当时的情况。乔丹热射线射出时引燃了另一种物质，那黄色的灵光应该就是泰格失控的关键。如今泰格已经被送到了异能学校，兄弟俩可以放心了。克拉克突然问起儿子为何没在第一时间求助，这才得知孩子们误解了外公的意思。因为这件事他们还争执了一下，为了弥补缺席投票会的过错，克拉克置办了一场烛光晚宴。约会这种事儿可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啊。
而相处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因为克拉克又要去拯救世界了。国防部里，山姆拿出了之前那神秘人留下的胸牌，看着背面的7734，他拨通了一个电话，建立了一个应急小队，代号7734。斯莫维尔的矿井里，摩根终于找到了寻找已久的 X 克什，这东西就是泰格获得能力的来源。为了这一刻，摩根等了6年。Now the resurrection begins. 之后的日子里，克拉克在拯救世界和陪伴家人上做到了平衡。他们在丰收节做着准备，这是斯莫维尔的习俗，人们会把不常用的东西捐出去，还会举办派对一起玩乐。这么个大好的日子前，乔纳森的女友选择跟他电话分手。克里斯叫来了路易斯，之前失踪男子德里克回来了，他的母亲曾求助过斯莫维尔公报。德里克忘记了这段时间的经历，医生的诊断是暂时性失忆，母子俩不想再提起这件事儿，也希望报社放弃报道。路易斯闻出了阴谋的味道，他们的对话被门外的卢瑟窃听风云了。为了对付超人，卢瑟打算先接近路易斯。丰收节上，德里克母子也献出了一份力。很快，男人就感觉到了不适，他给莱斯利打去了电话，没来得及收到回复，双眼散发出的热视线就点燃了房屋。克拉克听到动静飞了过去，趁没人注意灭了火，顺势救下了凯尔。可惜捐赠的物品全都被烧毁了。听闻德里克在现场，路易斯更加好奇他失踪期间干了什么。在去现场咨询线索时，他碰到了卢瑟。卢瑟似乎对他非常了解，套了几句话就获得了路易斯的信任。他说自己手里握着一则摩根的消息，是关于矿井的。家里，克拉克忙着管理儿子们的情绪，乔丹和乔纳森两极反转。现在轮到乔纳森整日发脾气，不仅嫉妒乔丹拥有的一切，还痛恨小镇的生活。克拉克实在也没办法呀，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个东西。当年克拉克为了追求拉娜，在商场里换了一件又一件衣服，叛逆期的他每听到警铃声都想去看看。这一天，他阻止了一起电器抢劫案，劫匪刚刚扣下霰弹枪的扳机，身后传来枪声，克拉克立即转身，吓得一众劫匪原地投降啊！这一系列操作他自认为很帅，回到家就被母亲教训了一顿。叛逆的他甚至说出“我宁可不是你儿子”这种屁话。想了很久，克拉克还是向母亲道了歉。而玛莎清楚，斯莫维尔对于儿子来说施展不开，他拿出了与克拉克一起降临地球的课时，让孩子去更广阔的地方发展。想到这儿，克拉克也就轻松点了，不如就给孩子们一点空间吧。晚上，丰收节派对召开，男女老少都聚在了一起。今天的乔纳森格外反常，知道他刚刚分手，心里不平衡，乔丹也就没有阻拦。这一个放纵就让他喝成烂醉，直接影响到了乔丹和萨拉的约会，玩笑开大了，弄得很是尴尬。但他及时道了歉，没让兄弟之间有隔阂。幸运的是，哥俩遇到了父母，臭小子未成年还敢喝酒，一顿暴骂，让他们滚回了家。此时，因为儿子德里克的失踪，沙伦又求助于报社。克里斯留了个心眼儿，利用他手机的查找功能定位到了德里克的位置，一路尾随到了荒外仓库。德里克跟莱斯利进入到了一所研究所，他亲眼目睹德里克通过仪器强化了身体，立马给路易斯打去了电话。克拉克先行赶到，与改造后的德里克交上了手。在 X 克什的照射下，男人拥有了和超人五五开的实力，他们的动静吸引了卢瑟。Resurrected me, Kal-El. You're not alone anymore. 只见一个他娘的意大利炮发射，空中的两人被迫停战。克拉克还想说点什么，德里克就已经被反噬而亡了。事后，克拉克把装克什的盒子送给了乔纳森。别小看这个盒子，这也是肯特家族祖传3代的物件，隔几千年后也是个文物啊。丰收节最终顺利结束，小镇百姓们对肯特家族表示了感谢，还专门把玛莎曾经最喜欢待的长椅刻了名牌，这让克拉克想起了自己远行的那天，母亲当时得多么难过呀！长椅上，夫妻俩相拥在一起啊。不远处的卢瑟看了几眼，转身离开。他心态有点崩啊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，自己和路易斯才是一对儿。这也是他为何如此了解路易斯的原因。约会完回去的路上，乔丹被泰格袭击，显然泰格已经掌握了能力。
在这课时满地跑的时代，不掌握点都没法参演超人相关影视。X 课时的功效是赋予任何生命超能力，使用得当，乌龟都能变成闪电侠。而这东西是无限地球危机前的产物，你绝对想不到 X 课时的诞生是因为超女的一场意外。看到这集，想必大家都发现了，马桶台还是那个马桶台呀，剧情始终是硬伤。结合亨利超将被替换，华纳要搞政治超人这俩消息来看，我们还是珍惜当下吧。与其纠结华纳的动向，不如多饮茶。喜欢这个系列的，劳烦点个赞。那我们就下期见了。